中美現在再開戰場了，這一回川普急封的是先前是晶片戰，現在竟然是封中國大陸的機器人，原因是大陸的機器人大軍正式的來襲了，包括他現在擔心的語速機器人白菜價已經搶佔了全球的市場，美國打不過，現在又要進嗎？今天會來做深度的剖析。中美科技戰新的戰場，趕快來看到是美國最新宣布的，來自於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說，2大類外國制的設備接下來都會納入在管制清單當中。先來看到第一個，就是機器人相關，還有包括了4足的機器狗這一些的設備都要進，它們可以移動，具備感測以及聯網的能力，這個是第一個。第二項要進的叫做聯網型的電力逆變器。好，這個是什麼意思？要做什麼用的？簡單說，就是可以支撐 AI 資料中心運作的這一種電力設備。當然了，美國會給出理由嘛，2個。第一個，他就說了，這涉及到國安。第二件事情，他是說要防範遠端中國大陸可以偷偷的做控制。針對這個新的制裁，之前都是晶片戰，現在打到了機器人，是美國是擔心什麼呢？是怕中國大陸機器人白菜價，還是技術考量等等？委員怎麼看？美國永遠都是這樣哦，就他自己的產品的 CP 值不夠的時候呢，他就用國家安全為理由去禁其他的国家的產品哦。所以其實，在機器人也好，在这個聯網逆變器這2項產品上，說根本了就是美國自己競爭不過別人哦。那競爭不過別人，又要保護自己的產業。然後最後就乾脆說這跟國家安全有關。照這種邏輯，那全世界所有的電器都不要進美國了。那如果今天機器人可以去把他的工作場域的資料傳回去，那任何的電器用品都有可能做得到哦。那麼這些東西來做無限上綱的話，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哦。但是美國現在真正怕的是什麼？美國現在真正怕的很簡單，他怕的就是他自己的產品沒有競爭力嘛。我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價格哦，就語速機器人，它現在最紅的那個4隻腳的那個4足機器狗哦，它的價格大概一台是1000到2000美金哦，1000到2000美金哦。波士頓動力啊，雖然波士頓動力在美國 Boston， 可是他其實老闆不是美國人。波士頓動力已經轉了好幾手了啦，但是我現在就拿 Boston 動力來說好了，它的叫做 Spot， 它一個很有名的機器狗叫 Spot， 很早就推出來的。Spot 機器狗一台要多少？75000塊美金，一個是1000到2000美金，一個是75000美金哦。大家先看一下這個差距有差了多大，然後你再看看語速科技它的人形機器人，就是那個人哦，一個像人形機器人，號稱說馬上就要上線了，大家都可以買。那真的就是白菜價了，它一台只要99000塊人民幣，所以呢，就是比買一台車還便宜了。就是任何一個人以後，大家家裡都可以大概2個人形，就可以買1、2個人形機器人在你家當傭人了哈，在你家當管家了哦。然後呢，可是你美國自己 Tesla 的 Optimus， 它的價格遠高於這個99000塊人民幣哦，而且 Optimus 現在還在迭代出新，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穩定的狀況出現，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嘛，在機器人、機器狗這個領域裡頭，美國已經遠遠落後中國大陸了。美國現在怕什麼？美國就是怕大疆時刻又來臨啦，就是當年的大疆無人機的時刻，造成了現在美國新的這個機器人的時刻又來臨。那麼美國怕的是自己落後，怕的是自己的產業被打垮，他要走的是保護主義，國家安全只是一個幌子而已。那你更不要講逆變器了。各位知道逆變器是什麼嗎？就是現在我們最常看到的是把這個交流電變直流電，逆變器是反過來的，逆變器是把直流電變交流電。逆變器用在哪裡呢？因為太陽能發電的時候得到的是直流電，所以你要去應用的時候，你要轉成交流電，這叫逆變器哦，就從直流轉交流。然後你在儲能系統，現在大家一直在講 AI， 講的綠色能源、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講的就是儲能嘛。你發完了電要找個地方存起來吧，那個儲能系統也是直流電，所以你要拿來應用的時候，你又要轉成交流電。那現在美國怕的是這一個關鍵技術又被中國大陸打垮，因為中國大陸華為啊，它的那個逆變器的這個製作的品質已經相當驚人了。前一段時間我看到的新聞是，它幾乎是橫掃巴西所有的市場了，因為大家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光伏，就太陽能電面板加上逆變器，這是一套的。你太陽能發電，發完了電要轉成交流電，它是一組的。所以呢，如果今天這個逆變器這個技術再輸給中國大陸，市場再被中國大陸拿走的話，整條太陽能產業鏈通通都失守哦。所以美國其實怕的是這個。
所以講那些國家安全根本就是鬼扯胡扯一套的。是，所以現在也指出說，美國的最新禁令就是怕中國大陸的这個機器人大軍來襲。那現在把重點也放在了宇樹科技。我們來看到宇樹科技，因為在現在有全球爆紅，它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等一下也會有很多的影片可以看哦。它從武術啊、拳擊、舞蹈、工廠作業員、清潔工作，甚至照顧老人都可以做。那甚至最近也出現在美國的實境節目《美國達人秀》當中，出現了8台宇樹機器人同台表演。最新的是它的載人變形機甲 GD01， 讓這個他跟創辦人王星星一起登上了我們看到這個是《時代》雜誌最新的一期封面了。好，剛剛委員也講到了有關於機器人的價格，確實哦，宇樹現在打的機器人價格也非常的低，包括了我們先講其中一款 G1， 現在售價是8.5萬人民幣 ，R1 只有2.9万人民幣，跟手機差不多。那宇樹機器人它現在以機器人來講，全球市占現在大約27%，將近30%，但是機器狗全球市占已經高達了60%。另外比較諷刺的事情是，等一下趕快請導播來帶我們看影片，這個是高通最新在台北的電腦展上面秀出它最新的人形機器人，結果呢，主打超算力，卻是在發布會上突然間意外失控，機器人倒下來癱倒地面。來看現場最新畫面。好，可以看到這個講者看到了機器人倒下來之後，其實是非常傻眼的，所以工作人員呢，趕快的用黑布把機器人給蓋上去之後，很尷尬的把這個機器人給抬出了現場。幹哥怎麼看這個當中的對比？這個發生在什麼時候？你知道？前幾天台北的電腦展，在我們世貿中心的電腦展，而且這個真的是很丟臉。為什麼？高通出的，高通對，美國的這個大公司啊，晶圓巨頭。然後他是主持人那時候用英文講的是什麼？現在真的是機器人的時代來臨了。我們高通公司蹦，那機器人就倒了。那倒了之後，大家知道，你知道，如果現在是宇樹科技的話，他會想辦法什麼？你知道，就是要試圖讓機器人自己再站起來啊。以前沒辦法，以前比較原始嘛。但是現在已經有這個科技跟 AI 去輔助它，讓它自己想辦法站起來。不是高通也沒有辦法，一塊布就不是布啦，棉被就蓋上去了。為什麼？就冇好你看啦，你沒有看到，你沒有看到。就是我跟你講，這個就是美國的大廠，他們還是遇到一樣的問題。就像剛剛大千講的，美國在機器人的科技上面，它已經我覺得不能說是遠遠落後，但最起碼就是說，他們在不管價格、在算力、在機器人大腦這些運算上面，通通都輸給了對岸，也就是輸給了中國大陸。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那我想請問，你現在在台北電腦展裡面，你還能夠得到什麼商機？宇樹的老闆也是創辦人王星星哈，他這次哈特別自己坐上了他的那個叫做什麼 GD1 GD01，他坐進去，他說，你知道這個人形機器人哈可以扛我這個人啊，我這個人多少呢？我這個人大概200斤啊，我跟你講，他可以扛了300斤，你知道？一個人形機器人走出來就扛着他走，所以其實老實講一句，宇樹它還有另外一台，現在在網絡上非常火紅的，那個你看到那個畫面，你會嚇一跳，你會覺得是 AI 做的，不是真的。那個叫什麼？叫做輪腿，就4足機器人，輪子跟腿加起來，它既有輪子，它也有腿，也就是它從高的斜坡這樣下來的時候，速度非常快。我覺得那個是快轉啊，不然不能那麼快，那麼快早已經摔倒了。它根本跟你剛才所看到的高通那個機器人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宇樹的機器人它叫做 AS2W，它竟然可以從90度的坡度這樣直接衝下來，然後它沒有翻轉，它是用它的輪子加上它的腿去接地，然後可以一直這樣的翻滾，不斷的翻滾，而且那個姿勢近乎完美。好，我們就講到說，如果你要像在去年的春晚，2025的春晚呢，這樣的機器人，它做不到這樣的動作，對不对？那個時候一台是3萬美金，那時候機器人是一台3萬美金，現在是多少錢
現在剛大家已經講，白菜價以前一台是3萬美金，差不多是我們新台幣這100萬，現在已經降到了5萬塊了，就可以買到像你在去年看到的春晚的机器人。5萬塊什麼人民幣？哎，人民幣對，現在你降到5萬塊人民幣，可以看的就差不多20萬台幣就可以降4倍。对，你就可以覺得說，不是只有這樣，不是只有這樣。因為現在大陸有很多需求，比如說在家裡要照顧老人啊，或是幫忙做家事的啊，以前的租金都很貴啊，租金大概一天都好幾千塊人民幣，現在也都降下來了，所以大家就曉得說，這個需求是慢慢會擴大。你知道為什麼？因為我最近特別看一個節目，是那個就是Discovery 頻道的節目，有一個就是說丹佛格爾，他是一個製作人。他是一個就是旅遊遍天下製作人，他到深圳去哈，然後一看那個機器人就坐在那邊，他說我要點一杯咖啡，他真的會做咖啡嗎？他說好，你現在開始算時間，看人做咖啡跟機器做咖啡的時間哪個快，你就看那個機器人有點笨手笨腳，可是我可以告訴你，它的速度比人做的還要快。做出來之後你喝一口看看，是真正的機器人 AI 做出來的咖啡。我特別看了那段影片之後。我就覺得很感動，就是說啊，機器人做的咖啡可以這麼好喝，就他自己說的，他說的，當然我沒喝到，他喝到他說的，他說真的跟人做的一樣好喝，所以他說這個在哪裡？這在中國的深圳，我是英國人，我在倫敦根本沒有這種東西，但是我現在到了中國可以看到到處都是這種東西，更不用講中國人早就用支付寶了，所以他很難理解。中國怎麼可能會這麼厲害？所以你就曉得說，現在不僅僅是白菜價，你以後將來你會發現說，他這種就是說，那個像王興興他自己做的那個機器人啊，那個也很快的，他就會上市了。然後呢，在上市之後，就是真的要幹活了。他下一步王興興他說他的目標就是說，不是只有做這些事情而已，我們要真的做到家庭的服務。是。那等到這些機器人真的上線以後，那你就會覺得美國的機器人好像跟原始人一樣的落後。好，所以我們也看到說，隨着中國大陸的機器人的用途變得越來越多，當然現在美國就要禁，但是呢，美國政府說要禁，美國的企業卻不是這麼認同，甚至覺得美國政府你這麼做可能會傷害我們的企業。這一家企業就是輝達，因為輝達呢現在做的這款機器人是跟宇樹合作的，叫 Isaac 的人形機器人，等於是說雙方合作是說宇樹提供它的平台當做身體，那輝達提供腦子，也就是提供 AI 晶片啊、運算平台跟智慧系統等等，但是沒有想到呢，卻引爆了中美之間，其實雙方都開始擔心會不會有國安的疑慮。中方擔心的是，使用輝達平台等於把機器人的腦子跟靈魂交給了美國，未來會不會晶片跟軟體被對方給卡住？那美方的擔心是，宇樹的機器人進入到了美國的企業或研究的中心，可能把美國的先進的機密傳輸給中國。苑老師怎麼看？那到底這一場競爭誰會是中美之間未來的贏家？我去年到深圳3次，有一次去參觀深圳的機器人工廠，那個機器人吭吭哈哈走過來之後，一見我面看了一下，然後說：“苑舉正教授你好。”我嚇了一跳，他們跟人一樣。然後呢，我就很驚訝，跟你要個簽名。沒有，機器人不要這個。那個我就很驚訝，問他說：“你們在深圳這種機器人的工廠公司有多少家？你知道有多少家？300家。我說句良心，我們剛剛談到的光刻機，是我說過工藝上的桂冠啊，那是最難的部分啊。但剩下的部分的話，你剛剛講到高通在台北這個電腦展丟臉，那高通科技那也算是不得了。我跟你講啊，還好啊。那如果說是強迫我們要買，那美國的武器都是高通做的，那是不得了。我跟你講，一個都打不出，全部都是要用那個棉被把它蓋住上。我現在要強調哈，這裡頭啊，你強調這個安全問題啊。這個很明顯，大陸的機器人啊，無論是在成本跟在技術上面，尤其是靈活度上來講，都明顯的超過這個，都超過美國。因為原來我們在幾年前、5、6年前都在講波士頓動力嘛，覺得好不得了。然後後來都發覺說，大陸突然冒出來啊，尤其是這個宇樹的科技，王興興這邊的科技。對。那我要強調一下這裡面的重點，這個其實是一個哲學問題。什麼是哲學問題？就是你的風險，你要講風險，你要講絕對安全。絕對不海。我說句良心話，我們要講着講着，他媽突然來個大地震，9級大地震，大家都完蛋了。
對不對？這也叫風險。那你不要上節目嘛，開玩笑，我們的日子怎麼過的？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來講，你只要一提到風險，我剛剛講到說，如果美國防中國的這個機器人，然後中國防美國的這個用這個 AI 灌注的話，那麼大家就不要合作，各搞各的，這個就是唯一的結果。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的情況下，你沒有互信嘛，對不對？但是我必須要強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美國聯絡西方聯合來制裁中國的時候，中國它一定要，我幾乎可以在這邊大膽的預言，他一定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否則他沒有後路可選，人家不會給他這個機會。所以說以後的話，你就會發覺機器人你只有買中國的，你不可能買美國的，就是這個樣子。而且岳老師講的完全正確哦，就是對中國大陸的機器人來說，它未必稀罕輝達的晶片，未必，因為那是一個機器人。跟那個2奈米、3奈米、5奈米沒有什麼重點的，就算是你18奈米、28奈米，通通都可以的。对，關鍵問題是中國大陸在晶片製造上已經幾乎可以做到自給自足了，所以在晶片上美國是卡不住的。現在是輝達有求於宇樹啊，因為他知道宇樹機器人可以賣得很多，所以呢，他為了做生意，當然就希望跟宇樹綁在一起啊。現在不是宇樹有求於輝達，而且第二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說，現在的人形機器人的下一個戰場在哪裡？下一個戰場在世界模型跟物理 AI。現在所有的機器人之所以還沒有辦法真的到我們家裡來幫你鋪床、幫你掃地，它的原因是因為現在的 AI 模型還沒有辦法了解真實世界的空間跟物理的原則，而現在全世界所有的 AI 科學家都在發展世界模型跟物理 AI，中國大陸也在急起直追。我今天才看到中國大陸的這個騰訊吧。它的混元的這個世界模型，他們也做出來了。那這些東西如果再安裝到我們現在看到的已經是大幅領先的這個宇樹的機器人身上的話，它馬上就會成為一個可以走進家庭、走進工厂、走進辦公室的機器人，那就是真的可以上線去做各式各樣的工作了。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